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如何做蛋饺。小时候在上海每逢过节，我们就围着炉子，拿着一块肥猪肉，看着妈妈做蛋饺，一边做一边流着口水。看似容易的蛋饺，要做的不破不漏，还是需要一点小技巧的。视频最后我会总结一下如何避免做蛋饺的时候翻车。先来准备蛋饺馅，馅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的组合。我一般用3分肥7分瘦的猪肉馅儿、虾仁、葱和笋，这些葱段大约是1颗葱的分量，切成细细的葱花。笋我用的就是超市冷冻的，切成碎末，可以增加馅料的口感，也可以用马蹄来替代。虾仁洗干净之后去掉虾线，剁成小块，不用剁成虾泥，稍微有一点颗粒感，可以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将虾仁倒入猪肉馅里，加入各种调味料和全蛋液，不断朝着同一个方向搅拌。当猪肉馅开始慢慢成团，有了粘性，举起筷子也不会轻易的松散，就可以加入1小勺的香油，增加香味儿。一般我也喜欢在馅料里加入一点点的糖，起到提鲜的作用。倒入葱花和笋末，继续拌匀，最后倒入植物油，锁住肉馅的香味儿。放入冰箱里稍微冷藏半个小时，让肉馅儿不容易松散。今天的这个配方大约可以做50到60个蛋饺，需要用5枚60克左右的鸡蛋，打入碗里，加入少量的盐，打散后表面会有很多气泡，用过筛网过滤1到2次。做蛋饺不需要特别的工具，只需要一个不锈钢的大汤勺、1块湿布和几块肥猪肉。如果没有肥猪肉的话，也可以用小块的布绑在筷子上，蘸点油来代替。先把勺子加热，之后全程小火，用肥猪肉在勺子里兜一圈，表面蘸上薄薄的一层油。稍微加热10几秒之后，倒入1小勺的蛋液，转动勺子，让蛋液均匀地铺开。蛋液不能太多，否则蛋饺皮太厚，蛋液聚集在勺子中间不容易熟透，就非常容易破。如果太少的话，做出来的蛋饺会比较小，蛋皮边缘很薄，容易焦和粘在勺子的表面，导致包不起来。做蛋饺的火候也非常重要，蛋液倒下去的时候，蛋液是轻微的冒泡，但可以快速流动铺开的，这样的状态蛋液就不容易沾底。当蛋饺皮边缘开始轻微的翘起来，勺子中央的蛋液也基本凝固了，还稍微有点蛋浆，就可以加入肉馅儿。做的不熟练的时候，肉馅儿不要放的太多，以免包不起来。把蛋饺皮的一侧轻轻的提起，对折，用筷子轻轻压一下中间固定，压出蛋饺皮的边缘，压出一个饺子的形状，这就基本做好了。做好一个蛋饺之后，用湿布擦干净勺子的表面，一方面可以让勺子稍微降温，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做下一个蛋饺皮的时候沾底。重复刚才的步骤，如果开始你还不熟手的话，做多几次，火候的控制、蛋液的多少、何时折叠蛋饺都会变得游刃有余，越做越有成就感。不成功的蛋饺主要还是因为温度太高或者太低，勺子表面没有清理干净，容易沾底。蛋液煎熟的状态和包蛋饺的手法，这边我简单演示一下新手做蛋饺的时候最容易翻车的几种情况。第一，勺子表面温度过高，放入肥猪油冒烟，蛋液倒入之后边缘很快的变焦变脆，粘在勺子上。第二种情况也比较常见，就是包蛋饺皮的时候，中间部分蛋液较厚，没有完全的熟透，导致小部分沾底，有个小破口。这样的情况可以加少量的蛋液补上破口。第三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勺子温度比较低，抹上油，倒入蛋液之后，蛋液没有气泡，慢慢的加热，边缘比较薄的部分受热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变得很脆，很难包起来。
最后一种情况，做完上一个蛋饺之后，没有用湿布擦干净勺子，导致有细小的颗粒留在勺子的表面，蛋液加热之后很容易粘底。做好的蛋饺里面的肉还是生的，可以蒸着做汤或者火锅涮着吃，也可以冷冻起来存放1个月左右。欢迎大家做完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， 我是萨姐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离开前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按下小铃铛。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，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